2024年2月8号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·泽连斯基以亚历山大·希尔斯基取代瓦列里·扎卢日内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。虽然希尔斯基作为乌军中的老将，亲自指挥了基辅保卫战以及哈尔科夫闪电战，但在目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，俄军来势汹汹的夏季攻势即将开启。希尔斯基又将如何应对？他能否帮助乌军重新打开局面？今天我们就来详细复盘一下乌军换帅后的表现。2021年7月，泽连斯基任命扎卢日内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，接替鲁斯兰·霍姆恰克将军。不知道是运气好还是运气差，仅在其就任半年后，俄乌战争便爆发了。挽救国家的重任一下子全落到他的肩头了。从扎卢日内上任总司令时的照片到被撤职时的照片，通过这2张照片我们也能看出扎卢日内在俄乌战争的这2年时间究竟是承受了多大压力。在其2年多的任期里，基本都处于作战状态，特别是俄乌战争刚爆发时，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起舞，但凡有一点失误，都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。不过幸运的是，他成功挺了过来。2023年6月，乌军开始对俄军阵地发动反攻，但面对俄军顽强的防守以及提前修筑的大量防御工事，反攻行动进展十分缓慢。截至目前，双方仍处于战略僵持阶段，都未能取得较大进展。在乌军反攻之前，欧美各国为了配合乌军的反攻计划，提供了大量的各式装备，包括坦克、自行火炮、反坦克武器等等。乌军的反攻沿着东南战线展开，主攻方向包括了巴赫穆特、赫尔松、扎波罗热地区等。但由于俄军在此处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，导致乌军进展十分缓慢，并造成了较大的装备和人员的损失，使得乌军不得不重新考虑反攻方案。最终，乌军被迫宣布，这次反攻行动由于计划不成熟，被认定是一场失败的行动。在随后的顿涅茨克方向，乌军再次失利，丢失了乌东重镇阿夫迪夫卡。虽然乌军以7000人的代价造成了俄军近5万人的伤亡，但乌军还是丢失了阿夫迪夫卡地区，相当于失去了进入顿涅茨克市的门户。这一系列没有取得较大进展的行动，不仅对乌军的士气是一次较大打击，也使得欧洲各国开始重新审视俄乌战争。进入2024年以来，除了炮弹和资金上的常规支持外，其他成体系的关键装备，比如地对空的防空系统、地对地的精确打击系统等，这类关键装备却越来越少了。即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请求，并且多次出访欧洲各国，都未能达成实际性的军援协定，这对乌克兰来说十分不利。由于前线进展不顺，装备援助又迟迟不到，乌克兰总司令扎卢日内和泽连斯基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。双方在战略上的分歧导致两人越来越难以调和。在此期间，乌陆军总司令希尔斯基虽然极力缓和两人的关系，但最终还是由于新征兵法案的问题，导致两人彻底决裂。2023年11月，扎卢日内作为乌军总司令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俄乌战争已经陷入到消耗战，这对乌克兰而言将十分不利。乌克兰需要再征召50万名士兵，才足以应对俄军接下来可能的攻势。这引发了泽连斯基的强烈不满。他现在急需一个明确的胜利，以提振乌军士兵的士气，也好向西方争取更多的军事和经济援助。而扎卢日内的战术则一向以稳重为主，指挥风格也过于保守，属于既不会造成重大失败，又不会取得重大胜利的谨慎型将领。在俄乌战争初期，扎卢日内谨慎的性格为乌军守住了基本盘，但目前泽连斯基急迫地需要一场重大的胜利来扭转局势。如今战争打了2年多，也没有将侵略者赶出去，泽连斯基面临着巨大的压力。在上述多重因素的作用下，泽连斯基最终决定撤换扎卢日内，改为任命老将希尔斯基。自从2014年的顿巴斯战争开始，希尔斯基几乎成为了乌克兰军队中的救火队长。只要局势出现对乌军不利的局面，或者需要进行紧急行动时，乌军都会选择希尔斯基。但希尔斯基每次都能妥善地化解危机，这也是他在乌军中拥有巨大威望的原因。1965年7月，希尔斯基出生在俄罗斯，是一位俄罗斯族人。在苏联时代上过军校并进入苏军服役。苏联解体后，希尔斯基的部队转为乌克兰指挥，他也选择了留在乌克兰。
在俄乌战争刚刚爆发时，所有的局势都不明朗，各种信息错综复杂，乌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。谢尔斯基被临危受命，亲自指挥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保卫战，并成功击退了俄空降兵的突袭，守住了基辅。2022年9月，他又指挥了哈尔科夫大反攻，将俄军防线击穿，乌军在数天之内突进了上百公里。2022年到2023年间，谢尔斯基还指挥了长达10个多月的巴赫穆特拉锯战。虽然巴赫穆特最终沦陷，但造成了俄军近8万人的伤亡，而乌军自身只损失了3万名士兵。此外，五角大楼对谢尔斯基的评价也很高，认为他是一位经验丰富、成功的指挥官，我们将与谢尔斯基将军长期合作。在2014年开始的顿巴斯战争中，谢尔斯基表现出了极大的军事天赋。当时他手下有一个胖胖的营级指挥官，表现的同时十分亮眼，这便是日后的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。这里大兵稍微提一嘴，有些朋友可能认为谢尔斯基是指挥能力有限，所以才没有能晋升为乌总司令，反而让曾经的下属扎卢日内变成了自己的上级。但其实并不是这样。谢尔斯基和扎卢日内的私人关系一向很好，扎卢日内能够成为乌军总司令，背后离不开谢尔斯基的大力举荐。起初，乌克兰总司令的任命计划授予在顿巴斯战争中表现优异的谢尔斯基，但碍于他的俄罗斯族身份，部分乌克兰议员提出了反对意见。谢尔斯基也并未强求该职务，反而推荐了自己的老下属扎卢日内。经过乌克兰最高拉达的审议，最终将乌军总司令的职务授予了扎卢日内。而在前一年2020年的8月23号，谢尔斯基被晋升为上将军衔。2个月后，乌克兰国防部宣布不再向任何人授予上将军衔，但仍保留谢尔斯基的上将。扯远了我们继续说回俄乌前线。如今谢尔斯基面临的2个最大的挑战，一个是兵源问题。自从被俄罗斯入侵以来，乌克兰军队经过了几次战时扩军，已经拥有了100多个旅，但其中大部分是新军，并且部分部队减员严重。乌克兰部队的多数将领都认为应当继续增加兵力以保持战斗力。目前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决。在4月17号，乌克兰最高拉达在官网发布消息称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签署了关于加强兵役、动员和军事登记立法的法令。新法令包括降低征兵年龄限制，将征兵年龄从27岁降至25岁，18岁至24岁公民取消服兵役，但需要接受基本军事训练，拓宽征兵范围，允许军方征用企业和私人车辆用于军事用途，并加大对逃避兵役人员的惩罚力度。而另一个问题则比较紧迫了，便是如何应对俄军可能的夏季攻势。如果处理不当，很有可能造成乌军难以挽回的损失，甚至整个乌东地区都会发生大溃败，谢尔斯基的声誉也将会出现断崖式的危机。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，除了起初的偷袭作战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外，此后便基本没有任何进展。而俄军之所以长时间迟迟没有进展，除了俄军自身的问题外，另一点便是乌军耗时6年多时间在乌东地区打造的城市要塞群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林卡。从2022年2月开战到2023年12月末，俄军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才将这座直线长度只有 6.6 公里的小镇攻克了。除此之外还有巴赫穆特、阿瓦迪夫卡等地区，每当俄军攻克一处乌军的要塞群后，都将出现大量的人员伤亡，以至于俄军无法支撑进一步的作战行动，只能等待后续的兵员补充完毕，才能继续投入作战。瓦格纳军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。自从巴赫穆特战役结束后，就被撤回后方休整，直到首领普里戈金坠机去世，瓦格纳军团再也没有从巴赫穆特战役的损失中恢复过来。而俄军等待兵员补充的这段时间也足够让乌军重新集结部队，并巩固下一条战线。因此，我们便经常能看到俄军的攻势总是断断续续的，进展极为缓慢。每当俄军攻克一处乌军重镇后，就会立刻转入平静阶段，并不是俄军在消化战果，而只是单纯的损伤太大，部队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作战，只能等待后续补援。在经过几次惨痛的教训后，俄军便不再使用这一战术，转而开始广泛采用以营连级单位为主的少量多次的试探性进攻。由于乌克兰军队少于俄罗斯，因此乌克兰的防线相比俄罗斯而言要更为薄弱。
营连级的进攻便能有效地试探出哪些区域是乌军防御的薄弱地带，并针对这些地区发动持续攻势。所以进入2024年以来，俄军的攻势反而越来越强悍，不断有突破乌军防线的消息。虽然这种类似取巧的方式十分有效，但是一些重要城镇依然无法绕过。由于欧美的军事援助的延迟，乌军对炮弹的使用也十分拘束。谢尔斯基上任以后，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战术，在一些并不关键的区域有效杀伤俄军后，便主动后撤，放弃这些地区。乌军并没有多余的炮弹，在这些非关键性区域和俄军激烈交火，乌军的炮弹应当击中在关键地点的争夺上。在关键性的区域争夺时，凑出和俄军相似数量的武器装备，从而在局部战场形成一定的优势。以恰索夫亚尔东南部的伊万诺夫斯克地区的争夺战为例，俄军向此处发动了营连级进攻，但被乌军使用标枪导弹将其击退。36辆装甲车有19辆被乌军击毁，随后俄军就呼叫了炮火打击了此处的乌军阵地。但是乌军已经提前进行了转移，几天后俄军重新向此处发动进攻，并占领了该地区。所以大兵大胆地预测一下，以目前乌军的防御体系来看，俄军发动夏季攻势时，可能在最初阶段取得较大进展，但关键区域仍会掌握在乌军手中，届时俄军的进攻又将会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突出部。为了将这些突出部连成一条连贯的战线，俄军就必然集结兵力，主动攻击乌军防守顽强的关键区域。而为了攻下这些地区呢，俄军将会付出较大的伤亡。但如果欧美各国对乌军的援助抵达，以希尔斯基的作战风格，乌军必然会找机会，趁俄军战线变动立足未稳之际，进行新一轮的反攻。对此，各位有什么看法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再见。